我穿书了，一睁眼，6个兽夫环坐在四周，暴击6张帅脸，个个宽肩窄腰，清一色的倒三角。下一秒，6个兽夫纷纷直接解开自己的虎皮衣，向我展示身材。我暗自嘀咕，虎族的首领长得真是帅飞鞭子了，就是眼光不行。在书里被最好的朋友被刺而死，人鱼王子也不错，只可惜命薄，书里最终被亲哥暗害致死。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心声全被兽夫们听了去。也正因如此，本是炮灰反派的兽夫们提前预知剧情，纷纷改写了命运。刚穿书的我，醒来就被一只巨型毒蝎盯上，苦苦追着我不放。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身后的毒蝎足有10米长，爬行速度飞快。我脚下忽然被一根树枝绊住，下一秒身子直直向前扑倒。等我回过头，那只巨型毒蝎一下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小雌性，陪我繁衍后代，怎么样？话音刚落，他便身形一晃，化作人形。我望着眼前只裹了条兽皮裙、相貌奇丑的男人，吓得往后退了几步。你快滚开！蝎族，小雌性不愿与你结契，立刻放开他！我猛地转头，就见身后不知何时立着一只高大雄健的白虎，前有毒蝎精，后有白虎精。刚穿书就要下线啊！你们蝎族总去其他部落掳走雌性当繁衍工具，今日我绝不让你把它带走。听到白虎的话，那男人再度化作巨型毒蝎，多管闲事，找死！说着便挥动带毒的尾刺，朝白虎猛冲过去。我见状，二话不说，拔腿就逃。白虎察觉我跑了，下一秒便使出大招，露出尖利的爪牙，纵身跃到毒蝎背上，利爪径直刺向毒蝎，轻松了结了他的性命，然后迅速朝我追来。他直接跳到我面前，拦住了我的去路。小雌性，你好啊，我叫凌霄，你叫什么？凌霄，等等，这就是这本兽史小说里的白虎兽人凌霄。凌霄突然化成了一个高大威猛的英俊少年。小雌性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凌霄长得还真是帅啊，可惜在书里结局悲惨，虎族出了叛徒，他被族人背叛致死，而叛徒正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凌霄一愣，师姐说话。我环顾一周，发现方圆百里只有我们2个。等一下，难道他能听到我的心声？我还是赶紧溜吧，兽人大陆太危险，我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暂时居住。我假装镇静，向凌霄鞠了一躬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凌霄像是真的能听到我的心声一样，向我发出邀请。小雌性，这确实非常危险，跟我回虎族部落吧。我是虎族部落的首领，一定会保护你的安全。看在凌霄救我一命的份上，我就先跟他回去，顺便替他救出虎族的叛徒，以报救命之恩。好，谢谢你。下一秒，凌霄化成白虎，驮着我向部落走去。刚坐上去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：恭喜宿主多子多福，系统绑定成功，请宿主3日之内选择一个基因强大的兽人节侣并交配，否则会被系统抹杀。恭喜宿主多子多福，系统绑定成功，请宿主3日之内选择一个基因强大的兽人节侣并交配，否则会被系统抹杀。不交配就被抹杀，系统声音再次响起。系统检测到优质雄性兽人凌霄，虎族首领，实力4阶，基因强大，可列入备选名单。我一愣，虽说凌霄长相英俊，但他只是书中的一个炮灰，开头就被好友背叛，最后还惨死在蝎族的首领手里。但如果我能改变他的结局，与他结侣，自然就能生出优质的幼崽。就在我思考如何帮助凌霄改写结局时，他已经驮着我回到了虎族部落。众兽人闻声转过头来，顿时都被我的美貌吸引。快看，小族长带回来的雌性好漂亮，他身上没有兽印，还没有节律。兽人们纷纷上前，把手中的鲜花递给我。小雌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雌性，与我结侣吧，我身体强壮，擅长捕猎，一定能把你养得白白胖胖。我受宠若惊，没想到自己刚来虎族部落就这么受欢迎。但小说中兽食大陆的规则是，一旦接受这些鲜花，就等于默认这些雄性可以追求我。我摇了摇头，我暂时没有结侣的打算。众兽人脸上纷纷露出失望的表情，他们没打算轻易放弃，只因兽食大陆的雌性本就稀少，且比雄性体弱，极难存活，所以雌性在各个部落都是香饽饽。身旁一直沉默的凌霄发话了：他是我的雌性，谁也别碰。凌霄的朋友冷轩朝这边走来。凌霄，小雌性没与你结侣，部落里单身的雄性都有追求小雌性的权利。话落，冷轩打量着我。漂亮的小雌性你好，我叫冷轩，我扶你下。说罢，冷轩向我伸出手，想扶我从虎背上下来。我冷漠的拒绝，不必了。一向心高气傲的冷轩，没想到会被心仪的雌性拒绝，面子上有些挂不住。系统检测到优质雄性兽人冷轩，虎兽，实力3阶，基因强大，列入候选名单。听到系统提示，我有些纳闷。为什么他这种品行不端的兽人会是优质雄性？表面和凌霄是好友，实则狼子野心，一心想当虎族首领，和蝎族暗中勾结，最终导致凌霄被蝎族埋伏，惨死而终。一旁的凌霄似乎又听到了我的心声，脸色立刻黑了下来。凌霄看向我，小雌性，这段时间你暂时住在我那儿，走，我们回家。到山洞后，凌霄指着角落一张大大的熊皮床对我说：晚上你就睡这里。我看着眼前仅有的一张床，疑惑道：你让我睡这里，那你睡哪里？我当然也睡在这里。雌性身体本就娇弱，快要入冬了，昼夜温差大，必须有雄性为你暖床，否则你很容易生病。
我差点惊掉下巴。暖床？我不需要兽人为我暖床，我没那么脆弱。被我拒绝，凌霄心里闪过一抹失落。如果你不想让我暖床，我可以安排其他雄性过来。如果你不想让我暖床，我可以安排其他雄性过来。我妥协，既然如此，你晚上便留下来保护我吧。说罢，一个雌性虎族直接闯进了山洞，看到我正坐在凌霄的熊皮上，他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族长大人，你怎么能让陌生雌性住在你的洞里？凌霄有些惊讶。若桃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是小说中的若桃啊。他一心想和凌霄结侣，可惜凌霄只把她当妹妹，被拒绝后他怀恨在心，就连和冷轩一起害凌霄。凌霄这个大冤种，不会到死都不知道凶手是谁吧？凌霄好像又听到了我的心声，不禁蹙眉。若桃见凌霄这么维护我，满心醋意的开口：族长大人，我的发情期快要到了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第5任伴侣？我可以为你生一窝幼崽。凌霄毫不犹豫拒绝。若桃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只把你当妹妹。若桃听罢，含着热泪，羞愤地跑了出去。我转头看着她的背影，心里啧啧称奇，这是准备要黑化了。此时洞里只剩我和凌霄2人，气氛有些尴尬。凌霄率先打破沉默：苏婉，你是什么兽人？住在哪个部落？我不是兽人，是人类。不过说自己是元兽也没什么毛病。我是元兽，住在离这里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凌霄突然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下一秒直接解开自己的虎皮裙。凌霄突然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下一秒直接解开自己的虎皮裙，向我展示身材。苏婉，我喜欢你，我实力强大，你愿不愿意与我结侣，为我生一窝小白虎？我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阵仗，赶忙用手捂住眼睛。流氓，快把你那老兽皮裙子穿上！我心里忍不住吐槽，兽人都这么不顾形象吗？凌霄见我反应激烈，表情疑惑。在兽氏大陆，雄性向雌性求偶都会展示自己强壮的身材，雌性也会挑选身强体壮、适合繁衍的雄性结侣。若是不满意，就会直接拒绝。我这反应难道是不满意他的身材？凌霄捡起虎皮裙快速穿上。苏婉，你是不满意我的身材？我瞬间红温，连忙解释，不是身材的问题。凌霄，我只想与自己心仪的雄性结侣，我们才认识半天，还不熟，没有感情做基础就结侣，未免太草率了。凌霄表情失落，但下一秒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。我明白了，我会继续努力，让你喜欢上我的。夜幕降临，山洞里升起篝火。凌霄守在熊皮床外侧，脊背挺得笔直，像一尊随时待命的守护神。我缩在床里侧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如何避开系统抹杀，又如何帮凌霄避开死局。冷轩和若桃已经勾连在一起，按照书里的剧情，再过3天，冷轩就会以探查蝎族余孽为由，骗凌霄去黑岩峡谷，那里早已布下蝎族的埋伏。若桃则会在部落里散布凌霄战死的谣言，帮冷轩顺利夺权。系统除了结侣交配，就没有其他办法延期抹杀吗？我在心里试探着问。系统机械的声音立刻响起。无其他选项，倒计时剩余46小时，请宿主尽快选择优质雄性完成任务。我暗自翻了个白眼，刚想再吐槽几句，就见凌霄忽然转头看我，坏了，忘了他能听见我的心声。倒计时剩余46小时，请宿主尽快选择优质雄性完成任务。我暗自翻了个白眼，刚想再吐槽几句，就见凌霄忽然转头看我，坏了，忘了他能听见我的心声。他沉默片刻，轻声开口：苏婉，你是不是有难处？我心里一紧，含糊道：没什么，就是有点担心部落的安全。我听说蝎族记仇，这次你杀了他们的族人，他们说不定会报复。我会安排族人加强警戒。凌霄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我不会让你出事。我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心里软了一下。若是能顺利帮他避开埋伏，或许和他结侣也不是不能考虑。第二天一早，山洞外就传来嘈杂的声音。凌霄率先起身出去查看，我紧随其后。只见冷轩正站在部落广场中央，手里举着一块染血的蝎族鳞片，大声说道：昨晚我在部落外围发现了蝎族踪迹，恐怕是来报复的。黑岩峡谷是蝎族常出没的地方，我建议立刻去那里探查，斩草除根。不少年轻兽人被说动，纷纷举手附和。冷轩眼角的余光瞥见凌霄和我，立刻露出关切的表情。凌霄，你是族长，不如你带队过去，我留下来守着部落。来了，我心里冷笑。这正是书里的名场面，冷轩故意把守部落的青松活留给自己，好趁机和若桃勾结。凌霄刚要开口答应，我抢先一步走了出去。黑岩峡谷地势险恶，蝎族若是真要埋伏，族长贸然前往太危险，不如让冷轩你带队去探查，族长留在部落坐镇，毕竟部落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冷轩脸上的笑容一僵，小雌性不懂，探查敌情需要实力强的人带队，凌霄的实力比我强，由他去最合适。可族长是部落的主心骨，万一出事，部落群龙无首怎么办？我故意提高声音，看向周围的兽人，而且冷轩你是族长的好友，实力也不弱，带队探查再合适不过。若是遇到危险，你也能及时传信回来，族长再带人支援也不迟。兽人们纷纷点头，觉得我说的有道理。凌霄也反应过来，眼底闪过一丝了然，
显然是听到了我刚才的心声。他沉声道：“苏婉说的对，冷轩，你带队去黑岩峡谷，带5个精锐族人，务必小心，遇事不要硬拼，及时传信。”冷轩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却不得不领命。是，族长。他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怨毒，我毫不在意地回视过去。想害凌霄，先过我这关。冷轩带队离开后，我拉着凌霄回到山洞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冷轩有问题？凌霄开门见山，我之前在别的部落听说过，有些兽人觊觎族长之位，会和外族勾结。而且刚才冷轩说话的时候，眼神闪烁，根本不像真心为部落着想。我会派人暗中跟着冷轩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去探查血族。果然，到了傍晚，暗中跟踪的兽人就传回来了消息，冷轩根本没去黑岩峡谷，而是带着族人去了蝎族的据点，和蝎族首领密谈了很久。临走时还收下了不少毒物。这个叛徒，凌霄气得一拳砸在岩壁上，拳头瞬间渗出血迹。现在正去确凿，等他回来，我们就能揭穿他的真面目。不过你要小心，若桃和他是一伙的，说不定会在部落里搞小动作。凌霄眼神冷厉，我已经安排人盯着若桃了，这次我不会再放过他们。冷轩带着族人回来后，脸上装作一副疲惫的模样，对着众人说：“黑岩峡谷没有蝎族踪迹，我们探查了一圈，只发现了一些废弃的巢穴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凌霄就带着跟踪他的兽人走了出来，冷冷道：“是吗？可我听说你去了蝎族据点，还和蝎族首领密谈，收下了他们的毒物，打算干什么？”冷轩脸色骤变，强装镇定：“你别听人胡说八道。”凌霄示意跟踪的兽人拿出证据，兽人递上一个陶罐，里面装着蝎族特有的毒物，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周围的兽人哗然，纷纷用愤怒的眼神盯着冷轩。冷轩见大势已去，突然受话，朝着凌霄猛扑过来。凌霄早有防备，立刻受话迎了上去，两只巨型虎兽扭打在一起。冷轩的实力比凌霄弱一阶，没过多久就落了下风。就在凌霄准备制服他时，若桃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淬了毒的匕首，朝着凌霄的后背刺去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，凌霄反应极快，猛地侧身躲开，若桃的匕首刺了个空。他见偷袭失败，转身就要跑，却被旁边的兽人拦住。冷轩见援兵无望，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眼神里充满了不甘。凌霄一爪子拍在他的背上，冷轩惨叫一声，变回人形，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冷轩勾结蝎族，意图谋害族长，夺权叛乱，按照虎族规矩逐出部落，永不录用。若桃协助叛乱，打去狩猎队，为期1年，戴罪立功。凌霄的声音掷地有声，众兽人纷纷附和，解决了冷轩和若桃的麻烦。凌霄的死局终于被打破，我松了口气，刚想喘口气，系统的声音就响了起来。倒计时剩余1小时，请宿主尽快选择优质雄性完成劫掠任务，否则将被抹杀。我心里一慌，转头看向凌霄，他正好也在看我，眼神里带着温柔和坚定，显然他又听到了我的心声。苏婉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语气认真：“我知道你有难处，我愿意和你劫掠，不是因为你的难处，是因为我想和你在一起。”看着他真诚的眼神，我心里没有了犹豫，比起被系统抹杀，和凌霄劫掠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而且经过这几天的相处，我对他也确实动了心。好，我轻轻点头。凌霄脸上瞬间绽放出笑容，一把将我抱住。系统的声音适时响起：“恭喜宿主选择优质雄性凌霄，劫掠任务完成，抹杀惩罚解除，奖励体质强化药剂1支，已存入系统空间。”我松了口气，靠在凌霄的怀里，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。凌霄低头吻了吻我的额头，轻声道：“以后我会一直保护你。”在虎族部落安稳住了半个月，凌霄把部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对我更是呵护备至。我偶尔会想起书里的其他兽夫，尤其是墨影和人鱼王子。墨影是蛇兽人，隐居在迷雾森林深处，性格孤僻，却拥有极强的实力。书里对他的描述不多，只提了一句他拥有双枪，是兽氏大陆最神秘的兽人之一。而人鱼王子苍蓝居住在东海深处的人鱼族领地，性格温柔，却被青歌苍冥觊觎王位，最终被暗害致死。死得十分凄惨。想什么呢？凌霄从身后抱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。我在想迷雾森林和东海，我想去找2个人。凌霄挑眉：“是你之前心里想的蛇兽人和人鱼王子？”我点头。墨影住在迷雾森林，苍蓝在东海，他们都有各自的麻烦，我想帮帮他们。凌霄沉默片刻，说道：“迷雾森林危险重重，东海又远，我陪你去。部落里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交给副手打理就行。谢谢你，凌霄。”我们出发前往迷雾森林。凌霄化作白虎，驮着我在林间穿梭，速度极快。迷雾森林名不虚传，越往深处走，雾气越浓，能见度不足3米，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毒气。我从系统空间拿出体质强化药剂喝下，瞬间感觉身体轻快了不少。毒气带来的不适感也消失了。小心，这里有蛇兽的踪迹。凌霄突然停下脚步，警惕地盯着前方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只见雾气中缓缓游来一条巨大的黑蛇，蛇身粗如水桶，鳞片在微弱的光线下泛着冷冽的光泽。一双金色的树瞳紧紧盯着我们，带着强烈的攻击性。莫影，我试探着喊了一声。黑蛇顿了顿，金色树瞳里闪过一丝疑惑，随即身形一晃，化作人形。眼前的男人身着黑色长袍，
长发及腰，肤色白皙的近乎透明，五官精致的不像凡人，只是眼神冰冷，带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。他的手腕上缠绕着2条细小的黑蛇，正是他的半生兽。你们是谁？为何闯入我的领地？他的声音清冷。我走上前，我叫苏婉，他是凌霄，我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来找你。莫影眼神一冷，手腕上的小蛇立刻竖起身子，发出嘶嘶的警告声，滚出去！我不喜欢被打扰。我知道你在躲避追杀，你是蛇族的异类，因为拥有双枪，被蛇族长老视为威胁，一直在追杀你，对不对？书里提过，莫影的双枪并非武器，而是他的天赋能力，能操控2种不同属性的能量。蛇族长老忌惮他的实力，想除掉他，夺取他的天赋。莫影脸色骤变，金色树瞳紧紧锁住我。你怎么知道这些？我避开他的目光，我可以帮你摆脱蛇族长老的追杀，只要你愿意相信我。莫影沉默着打量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戒备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伴随着蛇族长老的声音：莫影，你以为躲在这里就能逃过一劫吗？快把你的天赋交出来，饶你不死！莫影脸色一沉，立刻做好战斗准备。凌霄也化作人形，挡在我身前，对着莫影说道：联手！蛇族长老带着10几个蛇兽人冲了过来，为首的长老头发花白，眼神阴鸷。莫影，束手就擒吧！长老冷笑一声，你的双枪天赋本就不属于你，只有交给族里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。做梦！莫影低喝一声，双手一抬，2道不同颜色的能量光柱从掌心射出，正是他的双枪天赋，一道带着烈焰，一道带着寒冰，朝着蛇族长老攻去。凌霄已不甘示弱，兽化后朝着蛇兽人冲去，利爪一挥就放倒了2个蛇兽人。我站在一旁，虽然没有战斗力，但可以凭借对剧情的了解，提醒他们躲避攻击。你为什么要追杀我？莫影走到长老面前，语气冰冷。长老脸色惨白，却依旧嘴硬。你是蛇族的异类，留着你迟早是祸患。莫影眼底闪过一丝杀意，双手凝聚能量，就要了结长老的性命。我连忙开口，别杀他，留着他还有用。他手里有蛇族的令牌，有了令牌，你就能光明正大的回到蛇族，再也没人敢追杀你。书里蛇族长老手里确实有一块统领令牌，只要拿到令牌，就能掌控蛇族的大部分势力。莫影动作一顿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收起能量，从长老身上搜出令牌。长老瘫倒在地，满脸绝望。解决了蛇族的麻烦，莫影看向我的眼神里少了几分戒备，多了几分复杂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想和你做朋友。我笑着说道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，当然是因为想见识一下你的双枪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和书里写的一样厉害。莫影脸色一红，显然听到了我的心声。他别过脸，耳根微微发烫。多谢。凌霄在一旁看得醋意大发，伸手搂住我的腰，对着莫影说道：他是我的雌性。莫影挑眉，闪过一丝挑衅。他还没和你绑定终身，我也有追求的权利。我看着2人剑拔弩张的样子，连忙打圆场。好了，我们还要去东海找苍兰，别闹了。莫影愣了一下，人鱼族的苍兰王子，他不是已经被他哥哥苍明暗害了吗？苍兰现在应该还活着，只是被苍明软禁起来了。我急忙说道：我们得尽快去东海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们得尽快去东海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莫影点头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东海我熟，能帮上忙。3人收拾一番后，立刻前往东海。凌霄化作白虎，驮着我和莫影朝着海边奔去。半天后，我们终于抵达东海。莫影率先开口：人鱼族住在海底的琉璃城，想要进去，必须得到人鱼族的认可，或者从暗礁通道进去。暗礁通道危险，布满了机关，但是不会被人鱼族发现，那就走暗礁通道。苍明现在掌控着琉璃城，我们直接进去只会打草惊蛇。莫影点头，带着我们来到一处隐蔽的礁石群前。暗礁通道就在这里面，先去探路。他身形一晃，化作黑蛇，钻进礁石缝隙里。没过多久，他就钻了出来。通道安全，里面的机关我已经破解了。我们跟着莫影钻进暗礁通道，通道狭窄，只能容一人通过。墙壁上长满了海草，湿漉漉的。走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前方终于出现了光亮。莫影示意我们停下，前面就是琉璃城的外围了，我们小心点，别被巡逻的人发现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通道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叹不已。琉璃城全由晶莹剔透的琉璃建成，在海水的映衬下，泛着五彩斑斓的光芒。街道上往来着人鱼族，他们上半身是人形，下半身是鱼尾，姿态优雅。苍兰被软禁在琉璃城的塔楼里，那里守卫森严。莫影指着不远处一座高耸的琉璃塔，苍明派了不少人鱼守卫在那里。凌霄观察了一会儿，我去引开守卫，你们趁机去救苍兰。他刚要动身，就被莫影拦住。不行，你的气息太明显，容易被发现。我去引开他们，我能操控水元素，不容易被察觉。不等我们反驳，莫影就化作黑蛇，悄无声息地游向塔楼，然后突然释放出一道寒冰能量，冻住了2个守卫。其他守卫见状，立刻围了上去，朝着莫影的方向追去。快走！凌霄拉着我，快速冲向塔楼。塔楼的大门没有锁，显然是因为守卫都被引走了。我们冲进塔楼，沿着旋转楼梯往上走，很快就找到了软禁苍兰的房间。房间里，一个身形俊美的少年靠在窗边，银白色的长发，浅蓝色的眼眸，上半身穿着白色的纱衣，下半身是银白色的鱼尾，神情落寞，正是人鱼王子苍兰。苍兰王子，我轻声喊道。苍兰转过头，看到我们，眼神里充满了惊讶。你们是谁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是来救你的。你哥哥苍明想夺你的王位，已经暗中策划很久了，他很快就会对你下杀手。我们带你离开这里。苍兰脸色一白，眼神暗淡下来。
我们根本逃不出去，而且我哥哥的实力比我强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们已经安排好了退路。凌霄说道。莫影正在引开守卫，我们尽快走。苍兰犹豫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凌霄背起苍兰，跟着我快速下楼。刚走出塔楼，就遇到了赶回来的莫影。苍明发现了，正在带人过来。莫影脸色凝重地说道。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苍明带着10几个精锐人与守卫冲了过来。他和苍兰长得有几分相似，但眼神更加阴鸷，鱼尾是深蓝色的，带着几分压迫感。苍兰，你想跑去哪里？苍明冷笑一声，既然你这么不安分，那我就只好提前送你上路了。苍明，你这个叛徒！苍兰怒声说道。父王把王位传给我，你却一直觊觎，还要害我性命，王位本就该是我的。苍明眼神一狠，挥手示意守卫动手，把他们都杀了。莫影立刻释放出双枪能量，烈焰和寒冰交织在一起，朝着守卫攻去。凌霄放下苍兰，兽化后冲了上去，和守卫缠斗在一起。苍兰也不甘示弱，操控水元素，形成一道道水箭，射向守卫。我站在一旁，提醒他们躲避攻击。凌霄，左边守卫的鱼尾有毒。莫影，苍明在你身后偷袭。有了我的提醒，众人配合得更加默契。苍明见守卫一个个倒下，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亲自朝着苍兰冲去，手里凝聚起一道黑色的能量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先杀了你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。小心！我大喊一声，莫影立刻释放出寒冰光柱，挡在苍兰身前。黑色能量和寒冰光柱碰撞在一起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莫影后退几步，嘴角溢出一丝血迹。凌霄见状，立刻冲过去，一爪子拍向苍明。苍明躲闪不及，被拍中肩膀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纱衣。他知道自己不是我们的对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狠厉，突然朝着我冲来。既然我得不到王位，那就拉你陪葬。我心里一慌，刚想躲开，就被莫影一把拉到身后。他双手凝聚起最强的双枪能量，烈焰和寒冰交织成一道巨大的光柱，朝着苍明射去。苍明惨叫一声，被光柱击中，身体逐渐化为灰烬。解决了苍明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苍兰走到莫影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，多谢你救了我。莫影摇了摇头，举手之劳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神里带着温柔。凌霄搂住我的腰，对着苍兰说道。苍明已死，你可以重新掌控琉璃城了。苍兰点头，眼神坚定。我会好好打理人鱼族，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多谢你们，以后若是有需要，人鱼族一定鼎力相助。苍兰递给我一颗珍珠，这是人鱼族的碧水珠，带上它，你可以在水里自由呼吸。三人踏上归途，凌霄化作白虎，驮着我和莫影朝着虎族部落奔去。回到虎族部落后，族人们看到莫影都露出了好奇的眼神。莫影很快就适应了部落的生活，他擅长炼制丹药，经常帮族人们治疗伤病，深受族人们的喜爱。凌霄虽然还是会和莫影争风吃醋，但也不会真的动手，两人偶尔会一起出去狩猎，配合十分默契。我每天都在思考接下来要去找哪个兽夫。我穿书了，一睁眼，6个兽夫环坐在四周，暴击6张帅脸，个个宽肩斩腰，清一色的倒三角。下一秒，6个兽夫纷纷直接解开自己的虎皮衣，向我展示身材。我暗自嘀咕，虎族的首领长得真是帅飞鞭子了，就是眼光不行。在书里被最好的朋友被刺而死，人鱼王子也不错，只可惜命薄，书里最终被亲哥暗害致死。万万没想到，我的心声全被兽夫们听了去。也正因如此，本是炮灰反派的兽夫们提前预知剧情，纷纷改写了命运。我每天都在思考接下来要去找哪个兽夫，书里还有鹰兽人、狼兽人、熊兽人等，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命运。系统也偶尔会发布任务，让我寻找优质雄性兽人结旅，每次完成任务都会有奖励。我的体质也在不断强化，渐渐拥有了一些自保能力。这天，我正在山洞里整理系统奖励的物资，凌霄和莫影一起从外面狩猎回来。凌霄手里拎着一头巨大的野猪，莫影则拿着一束鲜花，走到我面前，递给我。苏婉，这是我在山林里找到的，送给你。凌霄见状，立刻把野猪扔在一边，从怀里掏出一颗晶莹剔透的虎眼石，递给我。这个比鲜花好，能辟邪。我看着两人手里的礼物，笑着接了过来。谢谢你们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，要是鹰兽人齐风也在就好了，他能带我飞上天，俯瞰整个兽氏大陆。还有狼兽人叶晨，听说他的嗅觉极其灵敏，能找到各种珍稀药材。凌霄和莫影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奈，他们都听到了我的心声，知道我又在想其他兽人了。莫影轻声道，如果你想去找他们，我们可以陪你。凌霄也点头，不管你想去哪里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好，等我们把虎族部落的事安排好，就出发去找齐风和叶晨。兽夫们，等着我。